你本是联邦基因实验的失败品，却被圈养在城市中，不用上班，没有房贷，过着吃喝玩乐的养老生活。然而，你却选择成为一名清洁工，只因脑海中响起一个声音：持续杀死生物，就能无限掠夺他们的天赋。干掉一条杂鱼，游泳技能加1；干掉一只野狗，舔狗技能加1；干掉一只象拔蚌。你叫陈凡，上辈子活得像根任人踩踏的杂草，没想到这辈子一睁眼，直接穿到了未来世界。你站在这面巨大的落地窗前，抬头看着天上那个璀璨的宇宙空港，在那之下是贯穿天地的太空电梯，很壮观，对吧？可惜这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你陈凡只是个基因突变失败的居民，说的好听点叫受联邦保护的弱势群体，说的直白点，你就是笼中鸟。手腕上那个死死扣着的智能腕表，就是你的电子枷锁。啪嗒，一条金鱼猛地从你面前的鱼缸里蹦了出来，在地毯上拼命扑腾。就在这时，房间里响起了那道让你心率加快的夹子音：主人，您的金鱼跳出鱼缸。根据联邦动物保护法，宠物非正常死亡，您将面临剥夺领养资格的处罚。你咬着后槽牙，一股火直冲脑门。见鬼的保护法！你猛地扑过去想抓鱼，结果脚下一绊，狠狠摔在地毯上，手指刚好触碰到金鱼滑腻的残骸，凉透了。你在心里愤愤不平，刚准备爬起来跟这个机械 AI 理论，突然脑海里猛地炸开一道冰冷的信息：游泳加1。你愣住了，刚涌到嘴边的抱怨被硬生生咽了回去。什么情况？金鱼没了，你加了游泳技能。主人，金鱼意外视频已上传法庭 ，AI 还在喋喋不休，建议您使用16号环保袋清理，并建议您立刻预约心理医生，否则将强制带您前往休养机构。闭嘴！你低吼一声，死死盯着自己的双手，心脏在胸腔里狂跳，一种狂喜的战栗瞬间席卷全身。见鬼的心理医生，见鬼的基因失败，这哪是绝境，这简直是你的翻盘大招。只要接触失去生机的动物，就能白嫖技能。你想活下去，不仅要活，还要把这糟糕的世界踩在脚下。但在这之前，你得先搞钱、搞权、搞更多失去生机的动物。第二天，你毫不犹豫地推门而出，街上磁悬浮车在你头顶4米的高空呼啸而过，踩着反重力滑板的人影从你身边一闪而过。那些人手腕上空空如也，他们是公民，是高高在上的基因战士。你抬起头，死死盯着大楼上那块巨大的全息广告牌，一把 S 型的金色无柄弯刀正在半空急速穿梭，撕裂空气。那是裂空单兵武器，最低使用门槛 C 级公民。你摸了摸自己手腕上冰冷的 F 级标识，冷笑一声，早晚有一天，这些东西都得是我的。仅仅12小时后，你坐在了一家屏蔽了所有夜信号的私人餐厅里，坐在你对面的是个满头银发、穿着格子衫的中年人，刘之杰，安之杰服务公司老板陈凡先生。刘之杰切了一块牛排，头也不抬。说实话，现在愿意出来干苦差事的人不多了。你看过合同了吧？看过了。你身体前倾，眼神锐利，高端清洁服务，给政客和富豪打扫豪宅，条件是工作期间上交腕表，断绝一切智能网络。聪明人，刘之杰放下刀叉，盯着你的眼睛。那些大人物有太多见不得光的秘密，智能机器人会泄密，但你们这种没有网络权限的居民，就是最好的瞎子和聋子。干我们这行，管不住嘴就会惹麻烦，懂？你当然懂。富豪、政客，没有监控的豪宅，那里头绝对少不了各种稀奇古怪，甚至携带强大基因的珍贵宠物。如果他们不小心没了生机呢？你的嘴角勾起一抹毫不掩饰的狂热弧度。刘老板，什么时候能接单？你直截了当的问，语气里透着一股按捺不住的急切。刘之杰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你一个底层 F 级会这么急切，但他笑了，笑得很满意。欢迎加入安之杰。陈凡，你握住他的手，手心微微出汗。现在只有一个目标，我想买房。你盯着对面的刘之杰，咬字极重，没有任何废话。你的动机比刀刃还直接，你要一片属于自己的私人领地，一个没有见鬼的监控探头和机械 AI 的避难所。刘之杰笑了，公司有宿舍，考虑吗？暂时不用。你果断拒绝，住别人的地盘，那和现在有什么区别？一顿饭吃完，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第二天一早，你把满肚子的起床气压下去，无视了耳边那个烦人的 AI 管家建议您多运动的喋喋不休，直奔安之杰服务公司。公司不大，但规矩极严，带你的是个叫吴斌的老手，陈凡是吧？记住我们这行的规矩。吴斌递给你一套工作服，眼神锐利，去的地方都是大人物的私宅，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懂？你接过衣服，紧接着一辆连车窗都变成全封闭灰色的反重力汽车停在面前，盲盒一样的车厢，这就是为了保护有钱人的隐私。上车的第一件事，摘下代表你身份的智能腕表，咔嗒，腕表离手的瞬间，你深吸了一口气，久违的自由，没有监控，没有心跳测试，没有那讨厌的建议。车停了，验证身份，交出腕表。你们进了一座大的离谱的庄园，50多岁的管家冷着脸丢下一句：清理花园，别乱跑，就转身消失，拔草铲土，工作极其枯燥，但你干得很卖力。就在这时，一变陡声，嗖，一道黑影猛地从藤蔓里窜出，直扑你的面门。你根本没过脑子，肌肉记忆瞬间爆发，手里的铁铲抡成了一道半圆，啪一声闷响，一只硕大的蝙蝠被你狠狠拍在地上，金色液体渗入泥土，彻底失去生机。与此同时，你的大脑嗡的一声，一行冰冷的文字砸了下来，声波定位+1，你瞳孔骤缩。真的，昨天失去生机的金鱼给你的技能不是幻觉，解决动物真的能爆技能。但下一秒，一阵狂怒的恐慌涌上心头，在这个扭曲的科技世界，伤害动物可是重罪，你要被这倒霉的蝙蝠送进监狱了。吴哥，你猛地转头，语气紧绷。吴斌跑过来，看了一眼地上的蝙蝠残骸，你以为他要报警，结果这胖子两眼放光，激动的一拍大腿，干得漂亮！陈凡，甲方得给咱们加钱。你愣住了，解决动物不是犯法吗？对穷人是犯法，对有钱人来说，这叫清理有害物体。吴斌麻利的拿黑袋子把蝙蝠装起来。这些大老爷嫌申请专业灭鼠公司太麻烦，就喜欢咱们这种不小心解决害虫的，出了事他们都抵，咱们拿钱。原来如此，你冷笑一声，见鬼
鬼的众生平等，有钱人的草坪比动物的命贵多了，这哪是打扫卫生，这简直是你的专属练级场。吴哥，你握紧了手里的铁铲，眼神变了，像一头盯着猎物的狼。你看那边，一只肥硕的老鼠刚从泥土里探出头，解决它。吴兵低吼，嗖！你手腕猛地发力，铁铲如同飞刀般脱手而出，精准无误地将那只老鼠死死压在地上。老鼠抽搐了2下，彻底不动了。动态视野加1，爽！一种难以言喻的狂喜顺着脊椎冲上天灵盖，你根本停不下来。第2只老鼠解决，动态视野加1。第3只解决，动态视野加1。你像个无情的收割机，把整个花园扫荡了一遍，只要是活物，只要能击败的，统统不放过。下午干活结束，回到公司，刘知杰爽快地把462个信用点打进了你的账户。你前脚刚走，刘知杰脸上的笑容就收敛了。他看着吴兵，这小子怎么样？天生的狠角色。吴兵回忆着你飞铲击败老鼠的画面，心有余悸。那是下意识的反应，骨子里带着暴力基因。好，刘知杰眯起眼睛，给他派更猛的活。想赚钱买自由，那就让他给我们效力。他们以为在利用你，他们根本不知道，你不仅要他们的钱，还要榨干他们提供的每一个升级包。晚上，你回到了那个冰冷狭窄的家，你满怀期待地查了一下房价，最便宜的也要几10万信用点，每年还要交近10%的房产税。抢钱啊，主人！您脉搏加速，建议您做舒缓运动。主人，您盯着屏幕时间过长，建议您休息。又是这个烦人声音，你紧紧攥着拳头，额头的青筋狂跳，用一种极度狂暴的情绪在脑子里把这个破系统、这套糟糕的阶级法则狠狠地撕碎，践踏了1万遍。现在还不是掀桌子的时候。你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在心底发出一声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召唤。技能瞬间，一道信息面板在你脑海中铺开：游泳初级1/10，声波定位初级1/10，动态视野初级4/10。你看着这些实打实的力量，嘴角终于扯出一抹狰狞的冷笑。你现在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试试新技能。昨天爆出的声波定位到底是个什么玩意？你站在憋屈的房间里，深吸一口气，猛地吹了一声尖锐的口哨。刹那间，你的大脑轰的一下，整个黑漆漆的房间在你脑海中瞬间重构，不是肉眼看到的画面，而是一个绝对精准的黑白3维立体线框图。你甚至能看透墙皮，看清里面隐藏的管线，但仅仅3秒钟，3秒一过，影像溃散，一股强烈的虚弱感猛地抽空了你的精力。你一屁股跌坐在床上，大口喘气。你盯着发抖的双手，不仅没害怕，反而兴奋地想狂吼：消耗大算什么？这简直是能透视的雷达。第2天一早，安之杰公司老板刘之杰递给你一瓶水，眼神像在看一件完美的凶器。睡得好吗？今天有个大单子。你没废话，接水，点头，谢老板。刘之杰看着你的背影，嘴角勾起冷笑。他觉得你是个天生的暴徒，你根本不在乎他怎么想，你只在乎今天能遇到什么猎物。吴哥，你走到老员工吴兵面前。吴兵今天的状态完全变了，他没穿昨天那身破工作服，而是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密码箱。陈凡，今天你当我的助手。吴兵盯着你，嘴角挑起一抹戏谑。你不会真以为我是个只能扫大街的 F 级废柴吧？你眉头一皱。吴兵拍了拍手腕上的智能标识，这玩意儿只是演给官方看的。走，今天带你见识见识真正的苦差事。你没吭声，但能量已经开始加速流动。干苦差事，求之不得。你陨落过一次，早就受够了当一根被人踩在脚底的烂草。你要往上爬，哪怕双手沾满精液。接着，你们再次坐上那辆全封闭的盲盒汽车，交出腕表。车停后，你们来到了一处深山里的古怪道观，没有监控，没有 AI， 四周全是被浓密竹林遮蔽的阴影，透着一股让人脊背发凉的沉闷气息。就在这院子里待着，吴兵把你领到一个长满青苔的鱼池旁，随后咔嗒一声，他打开了那个密码箱。你眼珠子猛地一锁，箱子里装的根本不是清洁工具，而是一面刻满诡异纹路的青铜骨盾和一把泛着冷光的紫铜短剑。吴兵一手持盾，一手握剑，气场瞬间变了。他死死盯着你，甩出一句让你头皮发麻的话：陈凡，动脑子。既然人的基因可以突变，你凭什么觉得其他动物不会？你猛地倒抽一口凉气，原来如此，这根本不是什么高端家政，你们居然是来给富豪处理变异怪物的。吴兵提着剑，警惕地走向竹屋。就在这时，你突然听到吴兵的声音从旁边传来：陈凡，去把鱼池那边收拾了。你下意识就要点头，然而就在你转身的瞬间，一股强烈的违和感直冲脑门。吴兵明明在你正前方，可这声音是从侧面的鱼池里飘出来的。你全身的汗毛瞬间炸立，没有任何犹豫，你猛地撅起嘴，吹出一声极低急促的口哨，声波定位开，脑海中瞬间构建出3D 线框图，你看得清清楚楚。站在你面前的吴兵根本没有说话，而在那个不起眼的3平米鱼池里，潜伏着一团巨大的漆黑的能量黑洞。你没有尖叫，也没有后退，你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亡命徒般的凶狠。你死死握住手里的铁铲，1步2步逼近鱼池，然后你抡圆了胳膊，腰部猛然发力，将铁铲像战斧一样朝着那团黑影死死砸了下去。砰！水花轰然炸裂，一条脑袋半米多宽，没有腹部，极其畸形的黑色怪鱼直接破水而出。它张开巨口，对着你的脸喷出一道恐怖的高压水柱。你早有防备，在砸下铲子的瞬间，整个人已经借力向后疯狂翻滚，连滚带爬直接冲出了院门。就在你死里逃生的瞬间，脑海里一声惊雷巨响，伪装加4。你趴在院墙外的大石头后，大口喘着粗气，心脏快要撞碎胸骨，但你的嘴角却疯狂上扬，赚翻了。直接加了4点属性。陈凡，滚进来！院子里传来吴兵气喘吁吁的吼声。你探出头，看到吴兵手里的紫铜短剑已经狠狠击中了那条怪鱼的颅骨，金色的液体洒落一地。你谨慎地盘问了吴兵昨天午饭吃了什么，确认他不是幻觉后，才抖着腿走进去。吴兵一边把怪鱼残骸塞进特制口袋，一边看你的眼神彻底变了。如果不是你刚才那一铲子逼出了怪物，他恐怕已经被暗算了。陈凡，接下来的话，你敢泄露半个字，马上就会在这个世界上蒸发。吴兵压低声音，语气冰冷到了极点。你盯着他，你说这东西叫幻音鱼，地级变异生物，能制造幻觉和伪装。吴兵把装
装残骸的袋子提起来，看着你，它是制作高级基因药剂的核心原材料。你愣住了，基因药剂？吴冰冷笑一声，极其残忍地撕开了这个世界的真相。你真以为那些高高在上的基因战士是靠自己觉醒的？全是靠这种怪物本源精华提炼的药剂砸出来的。还有你，陈凡。吴冰的指尖戳在你的胸口，你以为你是个注射失败的废物？我告诉你，基因注射技术几百年前就100%成熟了。你不是失败者，你是那些医药寡头试验新药的消耗品。你这具身体的原主人就是被他们活活当小白鼠折磨至失去生机的。他们不需要你了，就把你当废弃物一样扔到了最底层的贫民窟。轰！这番话就像一颗核弹在你的脑子里引爆。原主不是猝死，是被当作实验室里的耗子，用完就抛弃，扔回贫民窟等陨落。你的双手死死攥紧，指甲几乎抠进肉里，胸腔里的怒火化作实质性的杀意，疯狂燃烧，把你当小白鼠，把你当废品。你看着地上残留的怪物精液，感受着脑海里新获得的伪装加4。好，很好，这群自以为是的寡头和政客，最好把他们的脖子洗干净，因为你陈凡不仅要在这吃人的世界里活下去，你还要顺着这根食物链往上爬，一口一口把他们全部咬碎。陈凡，深呼吸，把吴冰刚才说的话一字不落地刻在脑子里，觉得这世界黑。吴冰掸了掸手上的灰，冷笑一声，你不会真信了那帮寡头的鬼话，以为生物芯片是为了全人类的安全吧？你盯着他，吴哥，你 C 级实力为什么还要带着标识？因为我要装孙子。吴冰指了指你手腕上的智能表，记住了，你在网上看到的那些大人物，90%根本就不植入芯片，剩下那10%全是提线木偶，芯片就是个枷锁，把你一举一动说的梦话全转给监控你的人，你懂了？难怪原主猝死的不明不白。吴冰盯着你，抛出筹码，给你3条建议：买套自己的房子，绝对隐私；第二，只要没断气，无论如何也别去官方机构体检；第三，砸了你手上这破表，没钱我可以借你，前提是以后老老实实跟我干。我考虑考虑，你没有立刻答应，你需要钱，需要脱离监控，但你绝不会轻易把命卖给任何人。下午，你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周围的人来来往往，眼神空洞，像一群被圈养的行尸走肉。你正盘算着怎么弄钱，突然后颈的汗毛毫无征兆地倒竖起来，一种极度锐利、极度危险的感觉瞬间攥紧了你的心脏。你装作不经意地抬起头，一个中年男人正从你前方10米处走过，他没有转头，只是眼角的余光极其隐蔽地在你身上扫了一下。就这一眼，你的大脑像拉响了防空警报，清晰地锁定了那道目光的来源和恶意。伪装加4，你恍然大悟，差点爽地笑出声来。这简直哪是单纯的伪装，这是一套被动触发的反侦查雷达。只要有人对你动了心思，锁定了你，你瞬间就能感知到。你靠在长椅上，面无表情，但心底的杀意已经沸腾。是谁在盯着你？公司还是把你当小白鼠的那些幕后黑手？随他们看，现在的你早就不再是那只任人宰割的猎物了。与此同时，在你看不见的一间地下监控室里，砰！一个光头主管一巴掌砸在桌子上，死死盯着屏幕里你的数据，满头冷汗。这小子不对劲，这几天他为什么一句话都没说 ？AI 提示了5次地毯有危险，他为什么不换？主管旁边的金发青年咽了口唾沫。目标人物半年前的体检数据毫无异常，但他这2天信号频频丢失。更要命的是，他加入了一家专门给政客干苦差事的清洁公司。光头主管头皮发麻，你是他们那一批基因药剂试验里存活下来的失败品，一旦你的变异数据泄露，或者被政界对手抓到把柄，他们整个部门都得承担严重后果。他现在的体征数据全是红的。光头咬牙切齿，不能让他正式入职，马上安排一场交通意外，制造重伤，直接拖进我们的医院，把他的能量核心提取做全面检测。明白？一场针对你的致命杀局已经拉开大幕。第二天，安之杰公司密室，你昨晚一夜没睡，大脑疯狂运转。你一进门就当着吴冰的面，毫不犹豫地把智能腕表摘了下来，狠狠拍在桌子上。吴哥，你双眼猩红，死死盯着吴冰。直入主题，你昨天说那些大人物不植入芯片，那他们靠什么进化？靠什么统治我们？很简单。吴冰笑了，基因药剂、鼓舞还有秘术。药剂是他们用怪物本源精华自己提纯的，鼓舞是激发人体极限的，秘术是拿命拼出来的。吴冰身体前倾，看着你，陈凡，你在那个官方分给你的居所里，24小时被监控，连一举一动都有人记录，你甘心当一辈子边缘人吗？吴冰停顿了一下，扔出了那个致命的诱饵，你想不想成为真正的基因战士？就是现在。你深吸一口气，瞬间换上了一副属于19岁底层少年应有的极度狂热且贪婪的表情。你一把抓住吴冰的胳膊，声音都在发抖。吴哥，你有办法？你装得太像了。吴冰以为他拿捏住了你的软肋，以为你上钩了，但他根本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能靠击败猎物无限提取技能的怪物。你想进化，根本不需要他们的破药剂。你不仅要借他的手买房，脱离监控，你还要踩着这帮人的肩膀，把那个躲在暗处算计你的组织连根拔起。陈凡，你现在脑子里只有一个极其明确的目标：摆脱监控，搞钱，搞力量。你坐在安之杰公司老板刘之杰的对面，毫不废话，直奔主题。老板，合同我签，但我今天就要搬家，我要公司提供住处，条件再差都行，只要一点，绝对私密。刘之杰眼里闪过一丝满意的金光，他喜欢你这种为了自由甘愿效力的孤狼，爽快。刘之杰把一份正式合同和一张积分兑换表拍在你面前，一旦入职，基因药剂、鼓舞秘法，公司都能用积分给你换。但丑话说在前面，干我们这行随时会遭遇不测。你低头扫了一眼兑换表，地级基因进化药剂100万积分，一级基因进化药剂10万积分，100万。你心里冷笑，见鬼的积分，等你把这城市的变异怪物解决殆尽，你自带的技能面板能把这破药剂爆成渣。笔拿来，你一把抓过笔，签下了陈凡2个字，接着你极其果断地办理了退租。咔哒，当着社区人员的面，
你毫不留恋地解下了手腕上那个政府配发的24小时监视你的智能腕表，扔了回去。下午，你提着几件破衣服走进了公司分配的郊区老旧公寓，老式机械门锁、手动冲水马桶、手动水龙头，没有网络摄像头，更没有那个喋喋不休的智慧管家，这才叫活人的地盘。你看着这简陋到极点的屋子，常常吐出一口恶气，久违的安全感让你浑身的肌肉终于放松下来。换上买来的无智能老式联络表，你锁死房门，脱掉上衣，站在洗手间的镜子前，是时候测试你的战利品了。你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在心底暴喝一声伪装。忽然，一阵奇异的酥麻感席卷你的面部神经，肉眼可见的，你镜子里的双眼皮融成了单眼皮，原本锐利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脸颊的肌肉微微下垂。短短1分钟，你从一个冷峻的19岁少年，活生生变成了一个眼神猥琐、透着油腻感的中年大叔。你攥紧拳头，心脏狂跳。这伪装不仅能改容貌，还能改变肌肉走向。这是一张完美的免死金牌，是一张顶级的伪装面具。维持了20分钟后，一阵强烈的虚弱感袭来，你变回原样，大汗淋漓，但你爽得想仰天长啸。然而，残酷的现实根本不给你喘息的机会。第二天清晨，你像个没事人一样站在路边的公交站台等车去公司。站台里人不多，就在这时，一个穿着极其普通的青年走进了候车亭。他没有看你，但就在他踏入亭子的那一瞬间，你浑身的汗毛猛地炸开。你脑海里的伪装被动雷达发出了极其刺耳的危险警报。别人进站看的是座位，而这个青年进站，眼角的余光像毒蛇的信子一样死死锁定了你。你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的街道，大脑却在急速运转。这家伙是谁？冲着我来的？想取我的能量样本，还是想直接抹杀我？是一辆公交车进站了，不是去你公司的那一路。车门打开，那名青年身体微微前倾，借着人群的掩护，手向你这边靠过来，准备借着擦肩而过的瞬间动手。说时迟那时快，你连1秒的犹豫都没有，双腿肌肉骤然爆发，整个人像一头猎豹般猛地窜起，一步跨上台阶，直接冲进了那辆完全不顺路的公交车。砰！车门关上，隔着玻璃，你居高临下的看着站台上那个青年。青年伪装的平静彻底裂开，正气急败坏的冲向远处的出租车站台。你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嘲弄，想咬我？吃尾气去吧！你中途换乘，成功甩掉了尾巴，踏进安之杰公司。你没有把被跟踪的事告诉任何人，在这个吃人的世界，你谁也不信。刘之杰把你叫进办公室，直接把一个沉甸甸的黑色手提箱推到你面前。陈凡，这是虚拟训练头盔。刘之杰盯着你，给你1个月时间在家带薪训练。那些古怪富豪的庄园里，什么样的致命生物都有，没点保命的本事，你活不过第1天。你伸手按在箱子上，感受着冰冷的金属质感，眼神瞬间变得极度炽热。虚拟训练，识别危险生物，不，这对你来说是一座完美的新手村，是一份为你量身定制的怪物图鉴。老板放心，你拎起箱子，转身就走，留下一个极具野心的背影。只要钱给够，什么怪物我都能给他清干净。你回到安全屋，反锁房门，直接扯开箱子，里面是一个老旧的摩托式虚拟头盔和一双导线手套。这是安之杰公司给你的1级安全训练设备，教你怎么在豪宅里清理致命毒物。你毫不犹豫地带回头盔，视线一闪，你站在了一个极其逼真的模拟花园里。考核任务：找出隐藏的危险物品并清理。系统的电子音响起，你拎起铲子，目光急速扫过鱼池。假山下面，一团黑影正在水底游动。电鳗，你连半秒都没犹豫，换上绝缘手套，抡起铲子对着水底猛地一记爆戳，咔嚓，铲子精准砸中电鳗要害。水池里的几十条金鱼瞬间被溢出的高压电翻了肚皮。就在这时，你脑子里突然炸开几道信息：游泳+1，电能掌控+1，你整个人僵在原地，随即双眼爆发出饿狼般的狂热。这简直虚拟空间里击败目标，现实里长技能，你爽得头皮发麻。什么所谓的安全考核，这分明是你的私人经验提取机。接下来的10天，你根本没出过门，彻底化身收割机器，在模拟空间里疯狂薅羊毛，毒蛙跳脸，一脚击溃，光能掌控+1，毒蛇偷袭，一铲击中，热成像视野+1，蝙蝠扑脸，一网都拍落，声波定位+1，你的面板数据每天都在暴涨。晚上你躺在浴缸里，伸出食指，指尖竟然亮起刺眼的光芒，甚至把浴缸里的水烧得滋滋冒白气。虽然这点热度还够不成威胁，但你很清楚，力量的种子已经彻底种下。然而你在屋里爽得飞起，外面有个家伙却快要憋疯了。那个原本盯上你，想取你能量样本的兜帽杀手，在你的公寓外足足蹲了10天，看着你死活不出门，他心里的杀意早就彻底压不住了。第11天，考核结束，98分。安之杰公司里，老板刘之杰死死盯着屏幕上你的动作回放，那一铲子击中电鳗的狠辣与精准，让这个见惯了生死的黑心老板都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小子的神经反应速度绝对觉醒了惊人的天赋。刘之杰立刻把你叫进办公室，废话不说，直接给你开放了1级任务接单权限，去干活吧，干我们这行，出手就是本能。老板拍了拍你的肩膀，明白。你点点头，果断接下了一个酬金1500积分的地下室清理任务，转身出门。其实你根本没把老板的试探放在心上，你现在满脑子只想搞钱换装备。你来到公交车站，混在麻木的人群中排队上车。就在这时，那个戴着墨镜的兜帽青年终于逮到了机会，他像一条隐忍到极限的毒蛇，借着人群的拥挤，猛地贴上你的后背。他的手背看似不经意的狠狠擦过你的手背，你猛地一个激灵，感觉像被高压静电狠狠劈了一下。你本能的回头，却只看到那个兜帽青年浑身剧烈抽搐了一下。你的电能掌控被动触发了微弱的电流反击，就这一下，青年眼里的凶光瞬间涣散，脑子当场变成了一团浆糊。他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像个游魂一样被后面的人一把推出了车厢。车门关上，公交车启动，砰轰！窗外突然传来令人牙酸的肉体撞击声和紧急刹车声。那个脑子短路的青年直接被后面疾驰而来的反重力悬浮车撞飞了10几米，当场殒命。车厢内警报大作，无人机警察瞬间封锁现场。你站在车厢里，心跳陡然加速，因为就在那一瞬间，一道极其突兀的信息在你脑海中轰然炸开：机甲驾驶+8。天哪！你脑子里嗡的一声，猛地低头看向自己的手背，那里赫然有一个极其微小的、几乎看不见的红点针孔，一股狂暴的戾气直冲你的天
天灵盖。如果不是场合不对，你绝对会指着车窗外那具残骸把对方狠狠数落一顿。有人要暗算你，有人要提取你的本源，但是想对付你的人，不但被你下意识的电流反击弄成了痴呆，还直接变成了车下亡魂。最爽的是，他这辈子最核心的本领被你直接爆了金币。你舔了舔嘴角，摸着手背上的针孔，眼底翻涌起极度危险的杀机，想玩死我？行，这笔账我接了。你提着工具箱，一脚踹开地下室的门，脑子里还在复盘刚才公交车上的那一幕。那个 C 级强化者拿针头戳你，结果触发了你的被动放电，直接把对方脑子里的生物芯片烧废了，送上门来找死，还给我报了个机甲技能。你冷笑一声，眼神狠厉，收回心思。你盯着眼前的地下室，木桩、沙袋、冷兵器、昂贵的异兽皮毛蒲团，一看就是个高手的练功房。你管他是谁的，干活！你抡起锤子，不管3七21，把冷兵器全部砸断，木桩劈碎，皮毛割烂，所有东西粗暴的塞进专用垃圾袋，没有任何迟疑，没有多余的动作。你现在只想搞钱、搞积分，然后变强。随后你把垃圾一扔，直接杀回安之杰公司，一巴掌拍在老板刘之杰的办公桌上。老板，怎么才能开启更高级的训练？你直勾勾的盯着他，目光里透着掩饰不住的野心。刘之杰敲了敲桌子，毫不废话，积分1级3000，地级1万，怎么嫌慢了？我需要高价值的任务。你咬牙切齿，明早8点任务大厅更新，想抢肉吃就看你的手速。刘之杰挥挥手，像打发叫花子一样打发你，懂了？你转身就走，连门都没带上。回到家，你第一时间打开新闻，屏幕上赫然跳出一张现场照片，一个戴着墨镜、穿着兜帽卫衣的青年殒命在悬浮车下，就是他。上个月蹲你点，今天在车上暗算你的那个家伙。你猛地攥紧拳头，狠狠地爆了一句粗口。你没有用任何具体的脏字，但你把那家伙狠狠斥责了一番，满腔的压抑和憋屈瞬间化作最纯粹的狂暴杀气。想夺取我的本源，我先抽干你的底牌。就在这时，你一把抓起虚拟头盔扣在头上。你现在手里有2万多积分，你1秒钟都不想等，开启1级模拟，自选目标，电满，给我拉满，4000积分瞬间清零。你连眼睛都没眨一下。虚拟水池里，你像个疯子一样挥舞绝缘铲，疯狂收割，咔嚓咔嚓，电能掌控+1，电能掌控+1。不知道过了多久，你猛地摘下头盔，浑身大汗的瘫倒在浴缸里。你死死盯着自己的右手，滋滋滋，一团幽蓝色的电流在你掌心凭空炸开，像一条狂暴的电蛇在指尖游走。它不再局限于你的皮肤，它终于可以离体了。电能掌控终极，你双眼猩红，脑子里猛地跳出一个疯狂的念头：既然我能放电，那我能不能充电？你立刻在黑市下单了一块5000度电的高压石墨烯电池。半小时后，电池到手，你抓起2把铁叉，毫不犹豫的一把插进正极，一把插进负极，双手死死握住金属握柄，轰！狂暴的电流瞬间贯穿你的双臂，没有痛苦，只有一种头皮发麻的极致爽感。每一个细胞都在贪婪地吞噬着电流，你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干瘪的海绵被瞬间注满了力量。20分钟后，你拔出铁叉，重重倒在床上，直接昏睡过去。这是力量透支后的极度饥饿。第二天一早，你像一头饿狼般醒来，灌了2盒牛奶，直接冲去接单。你抢到了一个最高价的体力活，清洗2000平米的豪华露天泳池，放药、抽水、高压冲洗、打包过滤芯。你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用最暴力的速度推平了所有障碍。管家刚验收完，你拿着1200信用点转头就走。什么名流政客的豪宅，在你眼里全是浮云。然而回到家后，你看着面板上的技能陷入了沉思。1级电满给的经验太少了，地级训练又贵的离谱，现实里你根本没机会去实战。你的目光一点点挪向那个因为反杀而白嫖来的技能，机甲驾驶+8，不能在现实里杀，那就在虚拟世界里历练。你直接登录了那个没有任何身份限制，纯靠氪金和战斗的地下格斗网游机甲世界，创建角色。你随手敲下几个字，啰嗦的八爷。你活动了一下手腕，骨节发出爆响，指尖隐隐闪过一道幽蓝的电弧。你盯着屏幕，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让我看看那个家伙送我的机甲技能到底能掀起多大的风暴。陈凡，你死死盯着眼前的全息屏幕，考核失败，手速65次每秒，要求120次每秒。换做别人，可能早就砸头盔退出了，但你骨子里就透着一股疯劲。你很清楚，在这个阶层固化、人命如草芥的星际时代，想翻身就必须抓住一切能变强的机会，哪怕只是一个名为机甲世界的地下黑网游。你双手重新套上感应手套，眼神变得无比暴力。失败，那就重来，再失败，再重来。终于，在你不要命的死磕下，系统金光一闪，恭喜啰嗦的八爷获得1级驾驶执照。你根本没去管那个随手建的破 ID， 目光直接锁定第3台机甲，代号利刃，人形突击机甲，自带火箭背包，左手能量盾，右手等离子切割刀，最纯粹的暴力美学，就你了。你狠狠按下确认键，然而官方直接给你泼了一盆冷水，机甲维修费天价，一旦报废，你这个 IP 地址就彻底拉黑。紧接着的实战模拟里，你的机甲被电脑对手像切菜一样砍成了废铁。警告：您的战斗反应过低，不建议进入真实游戏。你一把扯下头盔，剧烈喘息着，不够，你的反应速度还是不够。第二天一早，你把昨晚的憋屈全部发泄到了现实里。今天是周末，双倍工资，你毫不犹豫地抢下了一个高达1600信用点的权贵花园清理任务，拔除红色的濒危毒草，抽干长满变异彩虾的鱼池。你干得粗暴麻利，毫不留情，你根本不管这院子的主人是哪个手眼通天的权贵，你只认到手的积分和钱。管家痛快的结账，加上全勤，4200信用点直接到账。随后你迫不及待地滚回安全屋，锁生死门，直接冲进浴室。昨天那种电能透支的虚弱感还在，你一咬牙，双手直接握住昨天买来的高压石墨烯电池的正负极，嗡，狂暴的电流瞬间倒灌进你的双臂，没有触电的剧痛，只有一种干瘪海绵疯狂吸水的极致爽感。你甚至能听到自己全身细胞在贪婪咆哮。20分钟后，你松开手，精神抖擞，浑身充满了爆炸般的力量。陈凡，你看着镜子里双眼放光的自己，你很清楚，
你现在已经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人类了，状态绝佳，你像一头充满力量的野兽，再次杀回机甲世界。这一次，经过电流强化的神经反应速度彻底爆发，一个下蹲翻滚，避开火力，左脚猛蹬，火箭背包轰然炸响，你的利刃机甲瞬间突破2倍音速，手中的等离子切割刀化作一道刺眼的死亡弧光，直接把对面的电脑机甲生生劈成2半，火花四溅。初级战斗训练通过，准许进入游戏。紧接着，画面一转，你降生在一个灰蒙蒙的钢铁堡垒外，这破游戏黑的离谱，1小时要扣300信用点的信息服务费。你懒得废话，直接操控着115吨的机甲冲向了平原安全区。你举起5米长的等离子巨刃，对着前面的一棵大树随手就是一刀，大树轰然倒塌，鸟窝摔碎，3只小鸟失去生机。就在这一瞬间，你的脑海里接连炸开3道信息：飞行加1，飞行加1，飞行加1。你当场愣在驾驶舱里，浑身的能量都在往头顶狂涌。陈凡，你猛地倒抽了一口冷气，看虚拟游戏里的鸟，现实的肉身居然能长技能，一个极其恐怖的念头劈开了你的脑海，这根本不是游戏，这个星球，这些场景全是真的。你狂热的舔了舔嘴唇，彻底陷入了疯狂。你直接打开机甲的生物扫描雷达，雷达波瞬间锁定了周围所有的飞鸟。接下来2个小时，整个新手平原的玩家都看到了一幕极其奇葩甚至癫狂的画面：一台重达115吨的战斗机甲，开着超音速推进器，上蹿下跳，挥舞着几10万震荡频率的等离子巨刃，就为了砍那些巴掌大的小飞鸟。这人有病吧？估计现实里是个被人踩在脚底的废物，跑游戏里发泄来了，纯纯的疯子。拿机甲砍鸟，维修费等会儿教他做人。公共频道里全是对你的冷嘲热讽，但你根本懒得搭理这群白痴，他们懂个屁。看着面板上飙升的数字，飞行高级1351000，你爽的简直要仰天狂笑。短短2个小时，135只鸟败在你的刀下。如果这个技能升到满级，你甚至能在现实里肉身横渡虚空。2个小时后，你果断下线，信息费扣了600，机甲磨损费扣了1500，但你毫不在乎。你摘下头盔，肚子饿得绞痛，那是基因疯狂进化的代价。你二话不说，直接抱起电池接着冲，电流再次涌入。这一次，你发现身体的容电量足足增加了10%，你的肉体上限正在被强行撑大。饥饿感褪去后，你死死攥紧拳头，大脑异常冷静。砍鸟的效率还是不够，超音速状态下，我的视线根本捕捉不到所有轨迹。你精准地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你需要更强的反应，你需要看清一切运动轨迹的能力。明天去公司，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刷出动态视野的技能。你暗暗咬牙，什么权贵垄断，什么基因封锁，只要给你时间，你早晚要把这个压抑的时代彻底劈个粉碎。你拔下身上的充电插头，抹了一把嘴角的牛奶，果断戴上虚拟头盔，目标很明确，老鼠和飞鸟，只要能刷技能，你才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这台100多吨的钢铁巨兽。你操控着利刃机甲，一脚重重踏进草丛，啪叽，动态视野加1，解决一只小动物，不仅爽，还能变强。然而你根本不知道，就在前方50公里外的山崖上，4道与岩石完美融为一体的诡异身影已经死死锁定了你。长官，目标出现！一个声音沙哑的女人汇报。变种人杀手金福冷冷盯着屏幕上那台挂满炸弹的破旧机甲，残忍的下令：老规矩，截断退路，我要一寸寸拆了这台破烂，让他彻底绝望。金福满以为吃定你了，谁知走到平原尽头的你，看着眼前10多米高的荒草，突然嫌在草里找老鼠太麻烦，我不找了。你操纵感猛地一打，机甲一个极限顺拐，直接放弃了平原，轰隆隆的朝着半山腰冲了上去。这一拐极其丝滑，极其不讲武德，直接把埋伏在远处，准备等你在平原打怪时下黑手的金福小队全都看傻了。与此同时，在几10公里外，金福小队的4个变种人全都傻眼了，他们绞尽脑汁也想不通，你为什么突然放弃平原，一头扎进了山沟里？你才不管这帮躲在暗处的家伙怎么想。你操控机甲启动火箭背包，如同钢铁巨兽般在一个个山头间狂暴跳跃，不到5分钟，你就抵达了目标山脉。机甲的劣质雷达在这里彻底成了瞎子，但是你那声波掌控的技能却在这时发挥了奇效。闭上眼，一阵阵嘈杂诡异的超声波在你脑海中勾勒出山体内部的轮廓。找到了，你掏出一枚冲击波炸弹，调好定时，对准一个5、6米宽的向下洞口，狠狠扔了进去。轰！一股黑色的粉尘夹杂着能量碎片从洞口狂喷而出。声波掌控加1，声波掌控加1，密密麻麻的技能提示再次刷屏，爽！然而这一炸直接捅了马蜂窝，成千上万的蝙蝠被惊动，像一团巨大的黑云般从各个裂缝里疯狂涌出，最终盘旋着落入不远处的一个深谷里。你看了一眼技能面板，还差一点点就能突破。你盯上了那个挤满蝙蝠的山谷，嘴角勾起一抹疯狂的冷笑。你解下了那枚唯一的微型氢弹。就在这时，金福4人终于借着生物伪装，犹如4个迷你机甲，悄无声息地滑翔到了你头顶的山崖间。他们抽出战刀，准备将你彻底镇压。去死吧，恶兽们！你根本不知道头顶有人，你只盯着山谷，狠狠掷出了微型氢弹，然后扭头就狂奔撤退。轰隆！微型氢弹引爆，恐怖的能量冲击波瞬间撕裂了整个山谷。哪知道你还没来得及欣赏满地的蝙蝠残骸，半空中突然被炸出4个身披彩虹光晕的迷你机甲。氢弹的能量冲击直接瘫痪了他们的生物隐身系统，把他们像破布袋一样掀飞上天。天哪，什么鬼东西？你惊呆了！混账！我解决你！半空中的金福4人被彻底激怒，强行稳住身形，化作4道残影，举起诡异的长刀朝你迎头劈下。你本能的启动火箭背包就要跑路，然而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一道比太阳还要刺眼千百倍的恐怖光柱毫无征兆的从太空中怒劈而下，屏幕再一次黑了。你瘫在驾驶舱里，整个人都麻了。不是，老子打个怪，谁居然又拿轨道炮轰我？与此同时，侥幸钻进山洞逃过一劫的金福，看着外面被瞬间气化的3个手下，一边气息萎靡，口中溢出精液，一边歇斯底里的咒骂：内鬼，绝对有内鬼！联邦这群混账，他根本想不到，这一炮只是基地自动防御系统在清理高危目标而已。机甲驾驶加16，你看着脑海里飙升的技能，再看着邮箱里那封熟悉的致歉，基地远程防御系统误伤，已免费换新的邮
邮件，胸腔里的血火直往上冒。你直接切出界面，呼叫客服，我要换基地，你们这是反人类游戏，动不动就拿轨道炮轰玩家，我要去法院告你们。你对着客服火力全开，气势汹汹。抱歉，暂不支持更换基地。客服依旧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换不了是吧？你冷笑一声，图穷匕现。行，那赔我300颗冲击波炸弹，300颗微型氢弹，不给我就去全网曝光你们。漫长的30秒沉默后，冲击波炸弹500颗，微型氢弹最多100颗，成交吗？成交！你激动的差点跳起来，你随便狮子大开口，对方居然真的赔了价值1000万金币的军火。有了这批火，我还怕什么 B 级 A 级？敢来惹我，我绝对直接把地图炸平，果断下线。你躺进浴缸，迫不及待的查看面板，声波掌控。宗师，你深吸一口气，盯着洗漱台上的陶瓷水杯，你甚至没有动用一点力气，只是指尖轻轻一搓，啪，一个清脆的响指，咔嚓哗啦，7、8米外的陶瓷杯在一瞬间毫无征兆的炸成了无数碎末。你猛地从浴缸里站了起来，水花四溅，你惊骇地看着自己的双手，心脏狂跳不止。金属、玻璃、木头，你像个得到新玩具的疯子，在房间里疯狂测试，只要你打出响指，调整声频，10米之内，任何硬物都会在无形的声波中轰然崩碎。你现在在现实里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形兵器。第二天，你准时来到公司，老板刘志杰给你派了活，去穹顶娱乐城李爱多演唱会外围的展厅做保洁。晚上10点到凌晨4点，你到了现场，领了工作证和一台手推式吸尘器。工作极其简单，就是在空荡荡的千平米展厅里推着车走一圈。这份工作能做40天，不仅钱多，而且没人管你，简直完美。下班回到宿舍，你连房子都懒得看，直接戴上头盔，再次杀入机甲世界。你根本不知道，现在的游戏论坛里，斩鸟哥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疯子代名词，所有人都觉得你是个受虐狂。但是，当你的全新机甲走出基地大门的那一刻，所有暗中监视你的玩家都倒抽了一口凉气。你的大腿上挂满冲击波炸弹，2条机械臂上绑满了炸弹，就连胸口的反应炉前都死死捆着2枚微型氢弹。你这台最原始、最破烂的利刃机甲，此刻就像一个彻头彻尾的恐怖自爆卡车，带着一股谁挡我就拉着谁一起死的狂暴气势，轰隆隆的踏入了荒原。陈凡，猎杀时刻开始了。与此同时，在地下深处的变种人基地里，虎脸大王看着屏幕上你那台挂满炸弹的自爆卡车，吓得硬生生咽回了所有追杀命令。他根本不敢派人，谁到底敢去碰一个随时准备同归于尽的疯子？但你根本不在乎什么变种人，你现在眼里只有猎物。你操控机甲，火箭背包狂喷，在山头间粗暴的跳跃，你一头扎进了废弃的变异蜥蜴地下巢穴。这里的雷达被严重干扰，但你无所谓。你拎着5米长的等离子大刀，迎面撞上了一头2米多高、长着3根恐怖利角的地下巨牛，没有半点犹豫，你一刀劈下，砰，巨牛倒地，冲撞+1。就在这一瞬间，现实中的你猛地感到一阵极其狂暴的基因燃烧感，体力被瞬间抽空，你被迫下线，抓起特制牛奶狂灌，同时死死抱住5万度电的新电池，足足抽干了50%的电量，那种濒死的虚脱感才消失。你眼睛亮得吓人，冲撞技能消耗这么大，意味着它在现实中能直接强化你的肉体体质。我要圈养这群牛。你红着眼再次杀入游戏，你化身无情的屠夫，一口气连克11头巨牛，直到把冲撞刷到终极。接下来，你展现出了非人的耐心和狠辣，你把11头巨牛的能量躯壳全部拖进了一条狭长高耸的地下通道里。你关闭雷达，像个幽灵一样蹲在通道上方的死角，静静等待。你在打窝，你要用这满地的本源残骸，把整个地下2层的怪物全引过来。1个小时、2个小时，足足等了5个小时。下方传来了密密麻麻的撕咬声和咀嚼声，成百上千只地下变异蜥蜴挤在狭窄的通道里，疯狂抢食。你咧开嘴，露出一个残忍的笑容。你拔出2枚冲击波炸弹，对准通道2头，狠狠扔了下去。轰隆！狭长通道内产生了恐怖的烟囱效应，巨大的冲击波把满地蜥蜴瞬间碾成粉碎。伪装+1，动态视野+1。看着疯狂刷屏的提示，你爽得头皮发麻。但这还不够，你跳下通道，直接把那枚微型氢弹塞进了一头最完整的巨牛残骸下。设定好5个小时的起爆倒计时，吃吧，多吃点，吃饱了上路。你冷笑一声，拍拍屁股，直接回城下线。现实中，你站在浴室的镜子前，发动了伪装大师，你的脸部肌肉疯狂蠕动，连骨骼都在发出细微的摩擦声。几分钟后，镜子里出现了一张你极其熟悉的当红女明星的脸。你摸了摸这张脸，强烈的生理不适让你差点吐出来，真是在恶心。你立刻变回原样，但你清楚，这个能力在现实世界里就是无敌的刺客神技。你疲惫的倒在床上，沉沉睡去。然而，就在4个小时后，你的脑海深处突然炸开一连串极其突兀、极其恐怖的信息流：隐身+32，隐身+8，隐身+4。你像触电般从床上弹了起来。+32，你很清楚这代表着什么？这是真正的一级生物。你的氢弹解决掉了一条大鱼，你的贪婪在那一刻彻底压倒了一切理智。你用最狂暴的姿态砸开游戏舱，上线，买下最贵的飞行挂件，把机甲速度推到极致，疯了一样扑向地下洞穴。通道里已经被核爆轰成了一片辐射废墟，在一堆残骸中，你一眼就看到了那头如老虎般巨大的银色老鼠遗骸。发财了！你爆出一声极度亢奋的狂吼，你根本不管周围还有什么其他变异生物的残骸，掏出一个大麻袋，把银色老鼠粗暴的塞进去，扛在肩上，掉头就跑。一级生物的悬赏是海量的，你绝不能让任何人抢走。你一路火花带闪电冲回16号基地。当你把那个散发着金芒的麻袋砰的一声砸在任务提交处时，基地的 NPC 管理员全都傻眼了。一个开着破烂利刃白板机甲的新手扛回来一具1级变异老鼠的遗骸。与此同时，在几万公里外的高空，一艘长达100公里的星际战舰上，一名容貌冷冽、穿着联邦少将制服的绝美军官死死盯着手中的报告。
立刻启动 S 级实验室，提取这只老鼠的基因。女将军声音冰冷，却透着绝对的震撼。给这个玩家授予军衔，拉拢他，视线切回基地。管理员满脸堆笑的看着你，亲爱的玩家，鉴于您的卓越贡献，联邦决定授予您军衔，您将获得。不要，我只要钱。你毫不客气的打断了他，你的目的极度清醒，这是个真实的事件。要了军衔就等于要被强制征召，你去给这帮高层当炮灰，做梦！管理员噎了一下，擦了擦冷汗。既然如此，上缴特殊级变异生物，奖励5000万金币。另外，我们想用500万金币买下您这次的战斗录像，成交，赶紧打钱！5500万金币。看着账户里瞬间暴涨的巨额数字，你大笑出声，果断退出游戏。而此刻，在太空战舰上，冰山女将军正看着你卖给他们的战斗录像，你阴险的打窝，残酷的引爆炸弹，最后将氢弹埋在残骸下面，生生算计死了一头活了不知道多少年、极其胆小谨慎的 A 级隐身老鼠。这位见惯了惨烈战场的女将军，此刻惊愕的微张着红唇，看着报告上那行刺眼的字，半天说不出话。这只特殊级生物的能力竟然是隐身，她根本想不到，那个在地面上为了一点金币斤斤计较、阴险狡诈的新手，早已在现实中握住了神明般的力量。与此同时，在距离地表数万公里的太空战舰上，一向冷若冰山的少将舰长，此刻双手死死撑着桌面，激动的浑身发抖。完整的遗骸，你们确认那几只老鼠都具备隐身基因？确认，舰长。但提取 A 级隐身基因的风险极高，按照联盟最高保密法，必须等 SS 级专员介入，立刻掐断战舰所有外部通讯，启动最高级别战时系统。女舰长厉声咆哮，眼里的狂热几乎要燃烧起来。从现在起，任何敢靠近这艘战舰的飞行器，不用警告，直接打爆。隐身，这可是足以颠覆整个联邦战争格局的终极杀器。而你此刻正穿着保洁服，在穹顶娱乐城的次元机甲展厅里推着吸尘器。下班回家，你连觉都顾不上睡，迫不及待地登入游戏论坛，想查查那些怪物的底细。结果一看价格，你当场就破口大骂起来。D 级毒恶资料5万金币 ，B 级森然100万，抢钱啊！当我是冤大头？你冷笑一声，果断关掉资料库，反正你只解决小动物，管他什么 BOSS 级怪物。然而，当你点开热帖榜的瞬间，你脸上的笑容彻底僵住了，榜首赫然挂着几个刺眼的大字：悬赏500万金币，全球通缉变态疯子斩鸟哥。你点进去一看，全都由于在声讨你的什么伤害小动物，现实生活中的心理变态，应该被抓去切片研究。动物保护组织甚至开出了天价，只为扒出你的现实身份。你倒吸一口凉气，后背瞬间冒出一层冷汗。去你大爷的！我招谁惹谁了？你恶狠狠地骂了一句，但你也彻底清醒了。这个马甲必须死死捂住，谁敢扒你的底牌，你就先解决谁。接下来的几天，外面因为次元公司发布了能把机甲装进口袋的空间按钮，彻底陷入了狂欢，股价涨上了天。展厅外每天都被挤得水泄不通，但是关你屁事！你不看热闹，不凑过去当炮灰，你把自己关在狭小的出租屋里，像个疯子一样疯狂锤炼你刚刚得到的恐怖力量。啪！你站在落地窗前，打出一个清脆的响指。100米外，花园里一片正随风飘落的树叶，瞬间被无形的声波震成极其细碎的粉末。0.3秒，精确制导，伤敌于无形。你转过身，走向浴室的全身镜，你深吸一口气，发动伪装。大师，1秒钟，你的肌肉和骨骼发出一阵令人牙酸的摩擦声，瞬间变成了一个绝色女明星的脸。再1秒，又变成了一个冷酷的壮汉。这还不够，你盯着镜子，眼神一狠，直接催动体内的能量，激活了那项连太空舰队都为之疯狂的能力——隐身。刷，镜子里的人凭空消失了，没有任何光学扭曲，没有任何影子，你仿佛从这个世界上被彻底抹除了存在。你看着空荡荡的镜面，咧开嘴，发出了极度狂妄的低笑。有了这套底牌，哪怕是联邦军队的特工来查水表，你也敢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将他们制服。几天后，你闲得无聊，去穹顶娱乐城的免费展区瞎逛。原本只是随便看看，但就在这时，你敏锐的直觉突然疯狂示警。你居高临下的看过去，下方人群中站着一个金发中年人，他笑得很阳光，很得体，但在你那双强化过的动态视野和伪装大师的感知下，他简直就像黑夜里的探照灯一样突兀。假的！你心头大震，那张脸是极其高明的生物伪装。没过几分钟，你又在另一个角落发现了第二个伪装的金发男。你没敢多看，立刻混入人群，不动声色地撤出娱乐城。但麻烦还是找上门了。在快走到你租住的高档社区大门时，一个红发青年与你擦肩而过。在那一瞬间，他极具侵略性的目光犹如毒蛇般在你身上扫过，你头皮轰的一下炸开了。你敢用性命担保，这家伙身上的伪装气息跟刚才那2个金发男一模一样，而且他的眼神里藏着极度危险的贪婪。你不知道的是，此刻背对着你的红发青年，嘴角正勾起一抹残忍的冷笑，就是这个叫陈凡的废物。呵呵，真不知道雇主花高价买这废物的命干什么。不过没关系，等到了晚上，我会一寸寸碾碎他的防线，看看他到底有什么秘密。红发青年径直走向穹顶娱乐城，而你站在原地，脸色已经彻底沉了下来。躲，往哪躲？对方连你住哪都知道了，摆明了是冲着你现实身份来的。你眼中闪过一抹极其凶厉的杀机，既然躲不掉，那就看看到底谁解决谁。就在你脑子里疯狂推演反击计划的时候，嗡嗡，你的手腕突然震动，老板刘之杰的电话毫无征兆地打了进来。陈凡，立刻来公司一趟，有大好事。拿到门票的那一刻，你盯着面前的老板刘之杰，心里猛地一沉。你那经过极限强化的声波控制被动反馈告诉你，眼前这个平时笑眯眯的男人，身体周围包裹着一层极其恐怖的扭曲能量场，他是个隐藏的高阶基因进化者。谢谢老板，你面无表情地点点头，接过那张极其昂贵的第3天演唱会门票，转身离开。这世界真是在魔幻，连个保洁公司的老板都深藏不露，但你现在顾不上他，你脑子里全是在小区里撞见的那个红头发青年。对方既然出现在你的高档社区，就意味着他住在这里。当天深夜，你没去睡觉，而是悄无声息地摸上了宿舍楼的顶层花园。果然，在对面的屋顶上，那个红头发青年正和一个金发男站在一起。你趴在暗处，竖起耳朵，后天晚上动手。等撤离的时候，顺手把对面那栋楼里的那个保洁员抓了。那小子值3000万信用点。红发男语气轻松。
松，像是在讨论顺手捡个垃圾。3000万，一个普通居民。金发男有点诧异，管他藏着什么秘密，先把人弄走，仔细研究。盛宴马上就要开始了，沉寂了数百年，这个世界该重新认识我们红伯爵了。听到这里，你趴在阴影中，怒火夹杂着戾气直冲脑门。你在心里这俩家伙狠狠数落了一番，3000万，顺手抓走研究，真把我当成可以随便宰割的肥羊了。你想直接冲过去将他们拿下，但你忍住了，对方是一个组织，既然要在演唱会搞恐怖袭击，就肯定有底牌。为了万无一失，你果断花掉300万信用点，在黑市买了一台最高规格的军用生命探测仪。回到浴室，你开启探测仪，然后发动隐身，你整个人凭空消失在镜子里，而那台足以扫描出地下10米老鼠的仪器，死寂一般，连一声警报都没响。稳了，你嘴角勾起一抹狰狞的冷笑。第二天下午，你拿着票，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穹顶娱乐城的演唱会现场。当红偶像李爱多穿着公主裙在舞台上又唱又跳，然而仅仅听了1分钟，你的脸色就变了，你的大脑像被针扎一样刺痛。普通人听着是享受的歌声，在你强化的感知里，分明是一波波带有精神干扰的超高频声波。这个李爱多居然也是个声波类基因进化者，你感到一阵恶心，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场，走到场馆外。冷风一吹，你的大脑飞速运转。昨天红发男说后天动手，也就是明天。你查过日程，明天晚上联盟参议院的大佬们会亲临现场看演出，这帮疯子要在明天劫持高官。你瞬间理清了所有逻辑。当天晚上，你照常去展厅打扫卫生，一进门，你习惯性地打了一个极其隐蔽的响指。声波反馈回来的瞬间，你的瞳孔猛地一锁。前几天还是一堆死铁的展厅机甲，今天内部线路竟然全部通电了，连那台破烂的利刃机甲都在待机状态。他们准备抢机甲强攻，要是让这帮恐怖分子在隔壁挂载上高频激光炮，整个娱乐城都会变成炼狱。下班后，你根本没回自己房间，你直接脱光衣服，发动隐身，像个不存在的幽灵，一路摸到了红发男他们租住的房门外。声波雷达确认屋内无人，你贴近门锁，啪的打了一个无声的响指，门锁内部的核心金属元件瞬间崩碎。你推门而入，屋子里收拾得很干净，但紧接着你的目光死死盯住了桌子上的一个黑色锦盒，那是次元公司的特制密码盒。你小心翼翼地挑开锁扣，里面静静躺着一个汽车钥匙大小的装置，上面镶嵌着一枚流光溢彩的能量石，空间按钮里面装着那台被当作底牌的机甲。看着这个足以颠覆战局的黑科技战略级武器，你心跳如鼓，但随即一抹极度残忍且兴奋的笑容爬上了你的脸颊。你从裤兜里掏出了一个白天花80万买来的高仿工艺品按钮，一把将真货装进自己兜里，把假货放进盒子里，原样盖好。你想起红发男说要拿你换3000万的嚣张嘴脸，冷笑出声：抢劫是吧？张狂是吧？我把你主基地都统统给偷了。你转身离去，不留一丝痕迹。明天等这帮家伙准备掏出机甲大杀四方的时候，你很期待看到他们按下一个废塑料玩具时脸上那绝望而懵逼的表情。回到家，你死死握着那个刚偷来的空间按钮，手脚不受控制的发抖，不是害怕，是极度的亢奋。你清楚地感受到了能量石里那股足以毁天灭地的狂暴能量。相比之下，你平时用的充电电池简直就是垃圾，能不能直接吸？你眼神一发狠，直接催动体内的异能，轰！一股纯净到极点的能量如决堤江水般疯狂灌入你的四肢百骸，那种浑身充满爆炸性力量的快感，让你爽得几乎要低吼出声。只要有这玩意儿，以后我出门就是一个人形核反应堆。第二天傍晚，你像个没事人一样，准时来到穹顶娱乐城。不出所料，次元公司的展厅大门紧闭，里面那帮高管因为弄丢了无价之宝，估计连盐城保镖的心都有了。老板刘之杰拿出解约合同让你签字结算。真是的，次元公司搞什么鬼？你签下大名，心里疯狂冷笑，搞什么？他们的绝世底牌现在就在我裤兜里揣着呢。然而就在你们准备离开的瞬间，轰隆！展厅的防弹玻璃被瞬间撞成粉末，一台巨大的蓝色机甲宛如狂怒的野兽般破墙而出。紧接着，数道身穿中世纪古怪铠甲、金发飘逸的人影，如同死神般杀入人群。红伯爵刘之杰发出一声破了音的尖叫，什么老板做派全抛在脑后，丢下你拔腿就跑。你被彻底疯狂的人潮死死裹挟着往里退，回头一看，几道高频激光闪过，人群中几个试图反抗的基因进化者甚至来不及发力，就在极度的高温下直接爆燃成了一团团火球。全都进去，20分钟内不进演唱会现场格杀勿论。机甲扬起炮口，发出残忍的机械嘶吼。与此同时，娱乐城中央的巨型全息屏亮，那个你在小区里见过的极其嚣张的红发青年出现了。他脚下踩着一个面如死灰的白人胖子，那是联盟上议院的议长。他手持闪烁着湛蓝光芒的骑士剑，依次指向跪在一旁的财阀股东和高官。红伯爵沉寂数百年，今天我们用行动宣告归来。红发青年病态的狂笑着，没有任何犹豫，一剑挥下，扑哧，安泰银行股东的脑袋直接飞了出去，精液飞溅，人群爆发出了最绝望的尖叫。在疯狂的踩踏中，你被硬生生挤到了那台待机的利刃机甲旁。现场因为爆炸，消防系统正疯狂喷射着白色的泡沫，视线极其混乱。就在这一刻，你触碰到了冰冷的机甲装甲，你裤兜里的空间按钮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共鸣，就好像这台几吨重的钢铁巨兽变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想起红发男说要把你顺手抓去研究的狂言，眼底闪过一丝极度凶厉的冷光。喜欢搞恐怖袭击是吧？张狂是吧？你暗骂着这帮家伙，直接发动空间按钮，刷！在几万人惊恐的眼皮子底下，在漫天飞舞的消防泡沫掩护下，这台属于恐怖分子的备用机甲瞬间凭空消失。我看你待会儿拿什么打？紧接着，咚咚咚几声闷响从地底传来，下水道井盖冲天而起，墨绿色的毒气喷涌而出。地下管网已经加了点好东西，不想死就乖乖待在里面。红发青年在屏幕上继续他的狂妄演讲，你根本没空听他废话，趁乱直接冲向这栋建筑的大脑控制中心。一路上全是残缺不全的残骸和刺眼的激光弹孔，你找了个死角，一把扯掉身上的衣服，强悍的能量瞬间包裹全身，隐身全开，你化作一道看不见的幽灵，悄无声息地溜进了控制中心旁边的茶水间。你躲在漆黑的柜台下，刚解除极度耗能的隐身状态，门外就传来了2个冷血的声音：队长，高辐射炸弹已经安装完。
完毕，很好，军方的顶级强者肯定会第一时间突入这里抢夺控制权。等他们一进来，立刻引爆，让他们全部变成灰烬。听到这句话，躲在阴影里的你死死攥紧了拳头，心里爆发出了最狠辣的咒骂：这群恶徒竟然要在控制中心设局炸死救援部队！既然你们想玩命，我今天就把你们全埋在这儿。你安好炸弹就滚过来集合。走廊里传来一声暴喝：是队长！躲在茶水间漆黑角落里的你，连呼吸都停了。你原本想隐身开溜，但外面铁桶一样全都高手，到处还是能让你现形的消防泡沫，根本没路退。就在这时，一个穿着黑色战甲的恐怖分子抱着一个圆柱体的高辐射炸弹，一头钻进了你藏身的屋子，两人近在咫尺，你没有任何犹豫，眼中杀机瞬间爆闪，在对方低头的刹那，你解除隐身，双手猛地探出，死死钳住他的脑袋，用力一拧，咔嚓，连惨叫都没发出来，这人浑身一抽，直接成了一具冰冷的残骸。战舰维修加8，脑海中闪过一道信息流，你根本顾不上这些，3下5除2扒下他的头盔和战甲，给自己套上，然后发动伪装。大师把脸捏成这具金发老外的模样，深吸一口气，你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汇入这群疯子的队伍。紧接着，你跟着大部队来到了穹顶演唱会的中央大舞台，现场10几万人，死寂一片。那个穿着骚包银色铠甲的红头发青年正站在舞台中央，脚下踩着10几具破碎的残骸，周围20台重型机甲黑洞洞的炮口死死指着看台上的10几万观众。我们在整个建筑里安了600多枚高辐射炸弹。红发青年猖狂地大笑着，声音响彻全场，只要按下一个键，这里所有的普通人统统都得灰飞烟灭。这些蝼蚁活着就是浪费空气，他们就该化成臭烘烘的尘埃，当做我们帝国复兴的肥料。听到蝼蚁2个字，躲在头盔里的你眼睛瞬间充血。这个嚣张的家伙狠狠咒骂了一番：我就是个普通居民，你们这群高高在上的权贵走狗，跑到我的地盘来摆什么谱？然而就在这时，轰！地下通道的碎石猛地炸开，一个老头化作一道残影，带着恐怖的威压直扑红发青年，一击鼓舞者。有人惊呼，但红发青年连躲都没躲，任由那一掌拍在胸口，银色战甲流光一闪，恐怖的反震力直接把老头震得倒飞出去，口中溢出精液，哈哈哈！没落的鼓舞者只能当权贵的狗。红发青年嚣张到了极点，他背对着你，举起骑士长剑，指着全场10几万惊恐的脸：10秒钟不投降，我就抹杀所有人。看着他那副把人命当草芥，把平民当肥料的丑恶嘴脸，你的脑子嗡的一下炸了。见鬼的狗柱发育，见鬼的隐藏身份，你恰好就站在红发青年的正后方。你猛地抬起手里的高频激光枪，枪口直接死死顶住他的后脑勺，没有任何废话，没有任何犹豫，扣动扳机，扑哧！那颗嚣张到了极点，正准备发表神罚宣言的脑袋，瞬间被高能光束气化，金色的能量光点四散飞飞溅。战舰驾驶加16，全场10几万人，包括那些黑甲恐怖分子，全都看傻了。解决那个叛徒！反应过来的黑甲骑士们疯狂咆哮，无数激光枪瞬间对准了你，但你比他们更快。你一把捏碎口袋里的空间按钮，轰！一尊高达8米、重达108吨的利刃机甲，宛如远古巨兽般凭空砸在舞台中央。你眼前一滑，已经坐在了熟悉的机甲驾驶舱里，那种感觉就像这具钢铁巨兽变成了你的手脚。机甲受损警告，警报声疯狂作响，黑甲骑士的激光打在你的装甲上，你眼神冰冷到了极致，直接推满节流法。火箭背包爆发出刺眼的尾焰，5米长的等离子大刀瞬间弹出，刀刃上闪烁着斩碎一切的幽蓝电芒，5倍音速冲锋。你驾驶着108吨的钢铁巨兽，犹如一颗天外陨石，狂暴地碾进了黑甲骑士的人群中。什么所谓的能量战甲，在绝对的吨位和速度面前，全都是笑话。砰砰砰砰，人体就像是一个个脆弱的鸡蛋，被机甲撞得凌空爆碎，化作漫天光点。与此同时，堵在出入口的那20台敌方机甲慌了，赶紧调转炮口，但你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之前在展厅里打扫卫生时，你用声波探测早就把这些机甲的内部线路摸得一清二楚，你太清楚他们的弱点在哪了。你操纵机甲一个战术滑步，躲过激光炮，反手一刀，吃啦！最强悍的那台12米高的蓝色机甲被你一刀精准刺穿驾驶舱，连人带机器瞬间报废。战舰维修加16，你抽刀回旋，顺势一抹，安邦公司的银色机甲左腿关节被你精准切断枢纽，庞大的机体瞬间失去平衡，轰然跪地，再一脚踹出，正中另一台金银相间机甲的右肩能量节点，那台机甲直接像发了羊癫疯一样倒在地上疯狂抽搐。此时此刻，全网直播沸腾了，联盟议会大厅里，那些原本还在推诿扯皮的政客老爷们死死盯着屏幕，眼珠子都快瞪掉下来了。绝对的王牌机甲师，这绝对是个军方战神啊！一刀废一台机甲，这到底是谁？而那些机甲财团的高管们看着直播里自家引以为傲的战争兵器，像杀鸡一样被你精准切断要害，气得差点脑溢血。该死，咱们银色机甲的系统弱点暴露了，平安公司的机甲弱点居然在右肩，快记下来！你在驾驶舱里一脚踩碎最后一台试图反抗的敌方机甲脑袋，提着5米长、滴着机油的等离子光刃，如同魔神般环顾全场。想对付我，今天我就把你们这群高贵的骑士统统击碎！被20台重型机甲的重火力死死锁定，换做别人早吓尿了，但坐在利刃机甲驾驶舱里的你，能量却在疯狂沸腾。如果现在跑，外面全都是官方的军队和空地战机，你这身黑甲骑士的皮出去就是个绝路，连替罪羊都当不明白。既然没退路，那就干碎他们！你目光一扫，瞬间发现了一个极其致命的盲点，这帮家伙抢的全是远程火力机甲，根本没带近战武器，一群蠢货，全给我击破！你将这帮家伙狠
狠狠咒骂了一顿。紧接着，你双手在操控台上拉出一道骇人的残影，轰！机甲左臂的能量护盾全功率开启，五彩的光晕硬生生扛下一波高频激光。你猛推节流法，火箭背包喷出刺眼尾焰，100多吨的钢铁巨兽拔地而起，跳斩，你如同天神下凡。5米长的等离子光刃带着毁灭的蓝光劈落，刚才还耀武扬威的一台重装机甲，连惨叫都发不出，瞬间被你从头到脚一刀重创。滚烫的机油混合着金色光芒刺眼爆发，落地滑步弧形突进，你在驾驶舱里的操作简直是在刀尖上跳舞。这帮恐怖分子在游戏里连给你提鞋都不配。你操控着机甲一个极其诡异的变向，闪开2道粒子射线，反手一记横扫，吃啦！又一台试图逃跑的黑色机甲被拦腰斩断，现场彻底乱了。那些恐怖分子根本没有指挥，完全是一盘散沙。打他，瞎了眼吗？你居然激光打到我了，这破炮怎么瞄准啊？听着公共频道里敌人的惊恐狗咬狗，你狞笑出声。就在这时，你脑海中再次闪过几道信息流：战舰维修+8，战舰维修+16。你瞬间恍然大悟，难怪这帮人操作这么烂，他们根本不是什么王牌机甲师，全都由于临时顶包的战舰维修工。你杀的兴起，追着剩下10来台机甲满场猛击。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头顶那巨大的穹顶被炸出一个骇人的大洞，外面的军方空天战机终于进场了。风紧扯呼，你极其果断，一个冲锋砍翻最后一台机甲，转身一头扎进舞台下方的地下室。在漆黑的地下室里，你深吸一口气，捏住口袋里的空间按钮，唰，庞大的机甲连同那套黑甲骑士服瞬间被收进一空间，而你直接以隐身状态稳稳落地，爽！你心里狂呼，这空间按钮居然能连机甲带人一起操作，以后放按键简直无敌。你顺着原路，像个幽灵般溜回看台，找了个死角解除隐身，换上自己的保洁服，混进了正在疯狂逃窜的平民人流中。1个小时后，穹顶娱乐城外，你满身灰尘的排队通过了居民安检。陈凡，你没事吧？猛然间，你听到有人喊你，一转头，正是你那深藏不露的老板刘知杰，他正跟几个警察套近乎。老板，你真是差点害死我！你立刻换上一副受惊过度的怂包嘴脸，大声抱怨，要不是你叫我来结工资，我今天就交代在里面了。刘知杰赶紧拉住你，压低声音，嘘，算意外，公司会给你申请精神损失费的，带薪休假几天，走，我请你喝一杯压压惊。两人来到远处一家偏僻的休闲茶座，刚一坐下，全息电视上正在紧急插播新闻，一个大腹便便的次元公司高管正对着镜头夸夸其谈。没错，今天驾驶历任机甲力挽狂澜的，正是我们公司的高级主管兼王牌机甲师。你差点把嘴里的茶喷出来，这帮家伙抢功劳抢得这么自然，我什么时候成了你们的高级主管了？别信那帮政客的鬼话。刘知杰冷笑一声，端起茶杯，次元公司的空间按钮昨天就丢了，他们现在是骑虎难下，要是敢承认机甲是被偷的，公司明天就得破产，还会被政府当成恐怖分子的同党，他们只能硬着头皮把这英雄的锅背下来。刘知杰盯着屏幕，眼神带着一丝震撼。不过说真的，今天这机甲师绝对是个顶尖高手，0比13的战绩，刀刀切在敌方机甲的核心弱点上。今天过后，那几家机甲公司的市值得跌穿地心。你表面跟着附和，心里却乐开了花。我靠声波探测看穿的线路图，居然被当成王牌机甲师了。就在这时，新闻画面切换，播放了一段军方镇压的录像，一道人影从天而降，身边环绕着一把10几厘米长的暗金色弯刀，那弯刀宛如瞬移的飞剑，不到3秒，瞬间穿透了3台敌方机甲的驾驶舱。天哪，那是什么鬼东西？你这次是真的惊了！裂空，星球守护者的专属大杀器。刘知杰压低声音，那玩意儿的核心是用同源能量石打造的，同源能量石，对，跟使用者的能量频率完全契合。今天洪伯爵穿的银甲也是这技术，这东西可以把武器当成身体的一部分来用。刘知杰眼中闪过一丝狂热。陈凡，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你脑子里轰的一声，瞬间想通了一切。难怪你在驾驶历任机甲时，感觉就像在挥动自己的手臂，因为那台机甲的等离子刀就是同源能量金属。如果机甲能跟我的能量同源，那岂不是意味着我以后开着机甲也能隐身？一想到一台108吨的重装机甲凭空隐身搞暗杀，你的心脏就狂跳不止。最新通报，电视里的女声突然拔高，洪伯爵恐怖分子已查实全部来自联盟第2大物流巨头洪水晶物流公司。你恍然大悟，难怪被你击败的那帮人全都由于战舰维修工，原来是个跑物流的伪装的。刘知杰看着新闻，突然咧嘴笑了，笑得像只闻到诱人气息的豺狼。陈凡，咱们发财的机会来了。你一愣，什么意思？洪水晶公司完蛋了，他们名下那些见不得光的地下产业马上就会被各大势力瓜分，但在接手前，总得有人去把里面的脏东西清理干净，对吧？刘知杰凑近你，语气充满蛊惑和期待。你是干保洁的，我是开保洁公司的，咱们去给那些倒霉蛋打扫卫生怎么样？对了，你买房吗？我可以借你钱。你放下茶杯，眼神极度锐利，直接打断他。买个屁，老板，我这注射觉醒失败的，2次注射还有戏吗？你盯着刘知杰，假装急切。刘胖子揉着额头，故作深沉的开始给你画大饼。难办，除非用极其昂贵的秘术。不过你好好干，我上报总公司，拿公司的钱培养你，成功了你慢慢还，不成功不用你还。你心里冷笑出声，这家伙算盘打得震天响，基因进化者寿命长，这是想拿一套连环债把你套死，给公司当80年黑工。但你面上猛地站直，满脸感激。老板你放心，这次差点折进去，我以后绝对给公司效力。行了，先带薪休假1周，我去给你弄穹顶娱乐城的精神赔偿。刘知杰挥挥手，打发你走。转眼你回到家，把自己整个人砸进浴缸，意念一动，直接拉出技能面板。你没看那些乱七八糟的基础数据，目光死死盯住新暴涨的2项：战舰维修高级，战舰驾驶中级。你倒抽一口凉气，昨天解决的那群洪伯爵极端分子，居然带的是战舰技能，这意味着什么？这帮疯子已经把军方舰队给渗透成了筛子。你低头看向手心里那枚机甲空间按钮，同源能量石闪烁着幽光，你能清晰地感知到藏在异空间里的机甲正在自动修复昨天的战斗损伤，这就是同源能量金属的霸道。你舔了舔嘴唇，眼神发狠，现在必须把钱全砸在刀刃上，去搞一把同源能量
冷兵器，把这台机甲武装到牙齿。第二天一早，全城封锁，天空密密麻麻全是巡逻的空地战机，谁敢起飞秒变筛子。你压下立刻去买武器的冲动，决定先在社区里溜达一圈摸摸底。但没走2步，湖边传来一阵哼歌声，一个穿着宽大卫衣、戴着墨镜的女人正坐在长椅上，声音入耳的瞬间，你脑子里嗡的一声，你那宗师级声波控制如同受到挑衅的雷达，疯狂预警。这歌声带着极其隐蔽的频率干扰，让人心烦意乱。是李爱多，昨天那个一开口就能用声波控场的女歌星，她居然也被安置在这个社区。你没有丝毫犹豫，脚下生风，果断扭头就走。先生，身后的哼唱戛然而止。李爱多忍不住开口，语气里带着毫不掩饰的惊讶。他的能力，普通人根本无法抗拒，你怎么可能扭头就走？有事？你脚步不停，直甩过去半张冷脸。我哼歌打扰到您了吗？嫌吵，丢下这2个字，你头也不回的消失在拐角。你很清楚，你刚才的反应已经引起了他的警觉，但这不重要。现在的你有更致命的麻烦要处理。你猛地想起一件事，你那间老房子里还留着一个跟机甲按钮一模一样的赝品饰品，还有墙上那幅古怪的油画。如果安全局顺着穹顶事件查过去，你绝对脱不了干系。你一路冲进地下车库，确认监控死角，脱衣隐身发动，你整个人瞬间融入空气，化作一道狂风直扑老房子。2脚踹开楼道门，你打了个清脆的响指，声波如水纹般荡开，确认屋内无人。你没有用钥匙，而是掌心发力，咔嚓一声，用绝对的力量直接震碎了门锁的内部结构。查材质，查痕迹，我连锁芯都给你震成粉末。冲进屋，你一把将桌上的赝品空间按钮塞进口袋，紧接着你死死盯住墙上那幅古老的卷轴油画，直觉告诉你这玩意儿绝对是个麻烦。你一把扯下油画卷轴，立刻转身撤退。如果此刻有人经过走廊，就会看到一幅油画正诡异的悬浮在半空中，一路狂飙。10分钟后，你站在自己现在的地下室里，隐身解除。你低头看着手里这幅烫手的油画，脸色铁青，扔了，怕被查出痕迹；烧了，怕材质特殊留下灰烬。你咬牙切齿地盯着手里的机甲按钮，看来只能把你塞进机甲的异空间里了。你眼神彻底冷了下来，不管是谁在背后下大棋，只要敢惹到你头上，你绝对会驾驶机甲把他们的棋盘连同部署，一刀劈得稀巴烂。浴缸里泡沫狂涌，你盯着水底那幅连剪刀都绞不断的油画，心里直接狠狠数落了一番，居然是特种金属材质。你冷笑一声，双手直接探入水中，滋啦，狂暴的电能顺着你的指尖轰然爆发，在刺目的电光下，那张坚韧的画布瞬间变红软化，最后融成一堆细小的金属颗粒。你甩了甩被光能护盾保护的毫无发损的双手，接着把那2根玉石画轴塞进烤箱高温加热，拿出来一盆冷水狠狠浇上去，咔嚓，玉石碎成一滩渣子，放水冲走。你长长的吐出一口浊气，这下谁也别想顺着穹顶娱乐城的线索查到你头上。清理完首尾，你立刻联系那个卖80万假空间按钮的商人，退货拆封不退。对面极其嚣张，你半句废话都没有，直接把自己的居民身份编码甩在屏幕上，3秒钟钱不到账，我让你全家去贫民窟扫地。叮，80万秒退。你嗤笑一声，在这个世界，高贵合法的居民身份就是最好用的通行证。拿回钱，你立刻上网看房，结果房价因为红伯爵的袭击狂跌，交易中心却被政府紧急冻结了。买不了房，那就先练命。你一头砸进沙发，直接介入机甲模拟训练器，选定利刃机甲，开启近战对决。轰！画面刚亮不到1分钟，对面的 AI 机甲一个干净利落的飞踢，你的驾驶舱瞬间受损，屏幕彻底黑屏，被秒杀了。你一拳砸在操作台上，面目紧绷，一股极其狂躁的不服输情绪直冲天灵盖。再来，你仗着单身多年的手速，疯狂修改指令集，把复杂的战术动作压缩成一件红，一次次被击溃，一次次重新站进去。你在5倍音速的碰撞中找手感，把机甲当成自己的身体来操纵，撑住了。10分钟后，你看着终于挺过生存线的倒计时，浑身大汗淋漓的摘下头盔，不信邪的你顺手点开了远程对战训练，进去不到30秒，你被对面的激光枪压得连头都抬不起来，轰的一声再次黑屏。见鬼的远程！你愤愤不平的关掉界面，远程机甲根本就是给那些智力进化、自带锁头外挂的家伙准备的，你这种靠直觉和手速的，只能玩近战突击手。刚切出游戏界面，一条刺目的猩红弹窗直接砸在你脸上。视频里，一个穿着金甲、红发披肩的男人站在古堡里，语气嚣张到了极点。艾丁联盟准备迎接红伯爵的疯狂报复吧！你头皮猛地一炸，这群疯子连军方舰队都敢渗透，万一真开着战舰来轰炸星球，大家全得玩完逃跑。没私人飞船，你连大气层都出不去，一种极度强烈的生存危机感死死掐住了你的脖子，必须变强，立刻马上！你转身跨进游戏舱，直接降临地下入口，狭窄潮湿。你操控着机甲，左手举着能量盾，右手倒拖着等离子大刀，机甲身上直接挂着4颗微型氢弹，穷途末路，谁敢惹你，大家就同归于尽。你原本想在第1层刷点野怪练练伪装技能，然而刚走没多远，轰！通道深处猛地传来剧烈的爆炸声，连你脚下的地面都在疯狂震颤，有其他机甲在下面大混战。你毫不犹豫的掉头就跑，开什么玩笑？机甲修起来要命的钱，你才不凑这热闹。为了掩盖行踪，你专挑有积水的水路走，绕来绕去。你悲催的发现彻底迷路了。就在你准备抱怨的时候，视野豁然开朗，一个直径将近80公里的巨大天坑横在前方，云雾缭绕之下是一片茂密的地下丛林。你顺手按开雷达扫了一圈，呼吸瞬间粗重到了极点，一双眼睛死死盯着屏幕上的红点。1221头，1200多头没有脚的巨型野牛，你的目光都快移不开了。这哪是牛，这分明是一堆能让你体质狂飙变成超人的海量属性点。但这股狂喜还没持续2秒，你瞳孔猛地一锁，天坑底部一片银白色的残骸极其扎眼，你拉近镜头，一股寒气瞬间窜上脊背。
几个身高将近3米、顶着诡异兽脸的变种人，正像扛麻袋一样，轻轻松松地扛着10几吨重的机甲大腿和手臂在丛林里穿行。紧接着，一阵低沉诡异的号角声响起，在那诡异的声音下，那1000多头让你眼馋的野牛，居然像听话的宠物一样，乖乖跟着变种人朝同一个方向汇聚。1200头五角野牛，全拿下了，体质能爆到什么地步？你看着天坑底部的牛群和那20几个扛着10几吨机甲零件的兽脸变种人，脑子里那根名为理智的弦彻底断了。大人物才权衡利弊，你这种被逼到绝路的小人物只能拼命。你要赌一把，用现实里那颗同源能量石，在这场游戏里开一把外挂，赢了平步青云，输了从头再来。轰！火箭背包瞬间爆燃，你驾驶利刃机甲从半山腰如炮弹般爆射而出，借着动态视野的极致捕捉，你在半空中连半句废话都没有，4颗微型氢弹犹如审判的指令，直接砸向天坑。来啊，恶兽们！你打开外放频道，用最激昂、最不屈的情绪朝着下方疯狂嘶吼。变种人一听这2个字，眼珠子瞬间红了，他们狂吼着抡起10几吨重的机甲手臂，朝着半空的氢弹狠狠砸去。轰！第一颗氢弹凌空对撞，狂暴的冲击波轰然炸开，瞬间把那群刚跃起的兽脸怪像破布袋一样掀飞，而剩下的3颗氢弹已经精准无比的落入了密集的牛群。轰轰！冲撞加1，冲撞加1，满屏的提示疯狂刷屏。就在同一时间，现实中的你一把死死攥住那颗同源能量石，狂暴的能量瞬间倒灌进你的身体，你感觉自己的力量在一瞬间沸腾了，整个人就像一座即将喷发的活火山。你猛推操作杆，机甲借着冲击波直冲云霄，下方彻底被激怒的变种人拔地而起，是要把你彻底击溃，但他们蠢就蠢在根本没意识到氢弹的爆炸不仅炸散了牛群，更把掩护天坑的迷雾彻底吹散。紧接着，几万公里的高空之上，轨道炮锁定了这群暴露的变异怪物，你贴着绝壁，眼睁睁看着几道水桶粗的刺眼激光从天而降，没有任何惨叫，没有丝毫悬念，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变种人在0.5秒内直接蒸发成了灰烬，这才叫真正的火力覆盖。机甲维修加32，机甲维修加16，看着新刷出的技能，你当场愣住，这帮变种人居然掉的是机甲维修，看来获取什么能力完全取决于个体的隐藏属性。随后呼啸的空地战机入场，一排排钻地导弹把试图反击的变种人老巢炸得粉碎，你躲在暗处看着追踪、伪装、声波控制疯狂暴涨，简直爽到灵魂出窍。等军方洗地结束，你迫不及待地冲下去捡漏，扛起几把变种人掉落的机甲大刀，满心以为发财了。抱歉，该武器为专属机甲绑定，无法使用。系统提示无情地泼了盆冷水。论坛里不知情的玩家看着你扛着一堆破铜烂铁的截图，还在发帖疯狂嘲笑你是个捡废品的倒霉蛋。你冷笑一声，随手关掉界面退出游戏。倒霉蛋，我拿到的好处说出来吓死你们。现实中你死死盯着自己的技能面板，伪装、声波控制、动态视野全都达到了宗师级。你抓起桌上那个金属训练摆件，稍一发力，坚硬的金属在你手里就像揉面团一样瞬间扭曲变形。再抓起旁边的玉石，双手一搓，簌簌的粉末直接从指缝飘落。感受着这股狂暴至极的力量，你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哪怕现在面前站着一台重装机甲，你也能一拳把它击碎。与此同时，联盟某基因药剂公司的秘密会议室里，气氛降到了冰点。红伯爵的事情到底谁负责？董事会高层的咆哮从扩音器里砸出：1个月内解决那个变异体，不然你们2个全给我走人！光头主管和金发西装男对视一眼，两人针锋相对，互相冷嘲热讽了一顿，最终却只能咬牙冷笑：合作吧，混账！呵呵，你们安全部最好别拖后腿。那个变异目标，你还在星球上，谁先抓到他，谁才能交差。然而，这2个自以为运筹帷幄的猎人绝对想不到，此刻的你正站在出租屋里，嘴角的弧度越拉越大。宗师级声波控制开启，一瞬间，上帝视角轰然展开，探测范围暴涨5倍，清晰度飙升10倍。隔壁楼宇里那些自以为隐秘的基因进化者，在你耳中连心跳声、能量流动的声音都无所遁形。来抓我！你握紧拳头，骨节发出爆豆般的脆响。现在还指不定谁是谁的猎物。你捏着那个实心金属摆件，就像捏着一团软烂的橡皮泥。吧唧一声，金属变形，碎屑从你指缝里簌簌掉落。什么鼓舞，什么基因药剂，在你现在的绝对力量面前，全都是虚妄。你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伪装成的大肚腩中年男，冷笑一声：只要速度够快，拳头够硬，科技武器算什么？你一口气做了500个单手俯卧撑，心跳都没快半拍。你现在满脑子就一个念头：搞装备，击败那些想害你的家伙，然后活下去。接着，你戴上口罩，直奔公司。老板刘胖子见你，开门见山：陈凡、洪伯爵那帮疯子早晚要清场，这破星球没法待了，跟我走，去别的星球。总公司保你一次基因进化机会。你心里一声冷笑，这家伙是怕危急想跑路，拿你当免费保镖加劳力呢。老板，我回去考虑考虑。你敷衍一句，扭头就走。跑路？你现在正愁怎么制敌爆金币，谁有空去给你当劳力？走在街上，你刻意加重脚步，咚，声波像雷达一样刺入地底3米。要是能把声波定向引爆，你脑子里闪过一个极其冷酷的念头，但立马压了下去。先搞兵器。你推开一家名为3木资源回收的破店大门，地上像丢废品一样堆着几百件从太空战场捡回来的能量兵器。光头老板戴着虚拟头盔打游戏，头都不抬，自己挑，1000万1把，概不退换。你没废话，上手就摸。几吨重的雷神锤太笨重，骑士长枪不顺手。突然，你的指尖碰到了一把暗灰色的唐刀，嗡，触碰的瞬间，你体内狂暴的能量找到了宣泄口，唐刀猛地爆发出一阵刺眼的荧光。光头老板猛地掀开头盔，像见了鬼一样盯着你。天呐，契合度90%以上，你这运气！1000万，刷卡！你甩出账户，极其果断。然而刚下公交，你神经猛地一绷，有人跟踪，你不动声色地回到家，反锁房门，猛地打了个响指，宗师级声波瞬间呈扇形荡开，直接锁定了距离你150米外的一个女人，就是她，跟了你一路，真当我是软柿子？你眼神发狠，你一把抓过桌上那个废掉的机甲空间按钮，咔嚓一声粗暴地将其掰烂，硬生生抠出那颗同源能量石，死死按进唐刀空着的刀柄里。奇迹发生了，同源能量石亮起，灰色的唐刀
刀光芒一闪，直接被收进了机甲翼空间。你意念一动，唐刀瞬间破空而出，握在手里，意念再动，消失。你差点笑出声。等我以后搞到战甲，连隐身前脱衣服的步骤都省了，直接武装到牙齿。连着几天，你待在家里苦练响指声波爆破，一边死死盯着那个女人的动静。就在这时，雷达捕捉到了异样，那个女人的房间里多了一个男人。他们开启了防窃听干扰仪，但面对你宗师级的声波控制，那破干扰器形同虚设。你把他们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这是我们监督部门的目标，你们安全部插什么手？女人极其暴躁的大声斥责，男人的语气嚣张到了极点，满是嘲弄。你们这群废物连个普通居民都搞不定，我来接手，就是要把那个菜鸟彻底制服，送进实验室。现在要么离开，要么看着我怎么收拾他。听到这，你不但没慌，嘴角的肌肉反而疯狂上扬，扯出一个极度冰冷的冷笑。彻底制服我？你双手猛地一握，骨节发出爆豆般的脆响，一股足以掀翻屋顶的冷冽战意在胸腔里狂飙。你盯着150米外的那栋楼，仿佛已经看到了那两个自以为是的蠢货的下场。来啊，手下败将们！你轻声呢喃，声音冷得像冰。我倒要看看今天谁把谁制服。那个女人拎着行李离开了。你死死盯着雷达，发出一声冷笑，缩头乌龟，我今天就给你来个引蛇出洞。你戴上口罩，一把推开门，大步走出去。果然，不到3秒，你敏锐的声波雷达就捕捉到150米外那个男人也急匆匆的开门摸了出来。他的目标，你的出租屋，想抄我的家。你嘴角扯起一抹极度危险的弧度，脚下猛地一转，直奔地下停车场。这破地方没监控，正好办事。你3下5除2脱下外套，衣服往垃圾桶后一塞，技能启动隐身。你像个幽灵一样飘回了那男人的公寓门前。10分钟后，那家伙回来了。他谨慎地看了眼自己留在门缝的暗号，推门。就在这0.1秒的空隙，你贴着他的后背，毫无声息地滑进了他的老巢。刚进门，这家伙就把外套一甩，掏出一个巴掌大的设备。真是的，这破居民家里连根头发都没有，活见鬼了，是有洁癖吗？他盯着屏幕里你的房间，愤愤不平。你悄无声息地站在他旁边，冷眼看着他作茧自缚。忽然，他手腕射出一道光幕，一个神情傲慢的主管全息投影弹了出来。拿到样本了吗？主管，目标太干净了，我明天打算制造一场意外。男人轻描淡写的汇报，仿佛在说处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拿到生物样本，然后让它彻底消失，别留痕迹。光幕那投下了死命令。也就是在这一刻，你死死盯住了屏幕角落那个标志，联盟排名第9的超级财阀四海基因药剂公司。你脑子里轰的一声，全明白了。原主萧雨根本不是什么意外，就是这帮家伙拿活人做基因新药实验。他们现在派人来，就是为了回收你这只变异小白鼠。挂断通讯，男人突然浑身一僵，他猛地闻到了一股极其致命的危险气息，本能的想回头。你根本没给他吐出第2个字的机会。意念一动，灰色的能量唐刀瞬间破空而出，死死抵在他的咽喉上。噗呲，没有任何废话，微弱的能量光芒一闪，高温瞬间摧毁了他的防御。他两眼一黑，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软在地。格斗加16，你看着地上失去生机的躯体，眼神冰冷到了极点。拿我当小白鼠是要，还想将我彻底制服？去你的！你没去翻他的躯体，这种高级特工陨落，公司的生物监测绝对会报警。你就在隐身状态下，静静的等着。5个小时后，清理现场的人来了，门被推开，那个戴口罩的女人又折了回来。当她看到浴室浴缸里的残骸时，惊得浑身一哆嗦。紧接着，她接通了腕表，被安全部和监督部的2个主管劈头盖脸一顿怒斥：废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肯定是安之杰公司那帮灰色势力干的，把现场处理干净，赶紧回来。你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误会的好啊，让这帮财阀互相算计去吧。随后，让你头皮发麻的一幕出现了，女人掏出一个灰色的薄膜袋，把男人的残骸连同他的一身科技装备全塞了进去，接着摁碎了2个金属小瓶丢进袋子，吃，不到5分钟，一个活生生的人，连带那些坚硬的金属仪器，生生化成了一滩灰白色的粉末。女人按下抽水马桶，冲得干干净净。你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就是顶级财阀的手段。要不是你有隐身外挂，你现在连下水道里的尘埃都不剩。等女人走远，你幽灵般溜回自己的居所，坐在沙发上，你死死咬着牙，眼中跳动着极度狂热的兴奋感。个体对抗超级大公司，听起来像自寻绝路，但你现在不仅不怕，反而爽得浑身发抖。击溃那名特工时，你没有一丁点心理负担，这帮家伙把你当耗子，那你就当那只能吞噬巨象的毒蛇。但是你现在的力量还远远不够。进游戏，你毫无保留地砸进游戏仓。面对这种掌握尖端科技的庞然大物，正面硬刚必败无疑。你必须把潜行、伪装、声波控制这些辅助能力刷到满级。去上次那个蝙蝠洞刷声波控制，你目标极其明确，1秒钟都不想耽误。然而你不知道的是，就在你刚踏出游戏基地的那一瞬间，地底深处，虎脸大王和一群垂涎悬赏的疯狂变种人已经彻底锁定了你的坐标。一场险恶的围剿正在暗中张开獠牙。